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在看了上一个影片之后，就知道960跟2005是很少有战斗了。豹哥就觉得无聊没有事情做，他就邀请了尤达，问他要不要单挑。没有想到尤达是接受了他的挑战。为了比较方便大家查看双方带什么部队有什么搭配，我就以这个方式列出来，左手边是豹哥的账号，右手边是尤达的，由上至下是统帅阵亡的顺序。让我们欣赏大佬们的对决吧。这里也是提醒各位，因为他们玩的地图是兵无常势，所以它是可以用霍去病搭配里程柜的。可以看到豹哥攻击的顺序是由 debuff 的统帅开始打起，而尤达针对的目标是从输出比较高的统帅开始打起。不过第一个回合我听豹哥说他是忘记去拿符文了，听说尤达第一个回合的时候是已经拿了10%的生命值提升，剩下的东西应该都是差不多的，除了军器跟装备有差别之外，两位都拿了头衔，皮肤装备都是一样的，并且双方是在没有领土争议的情况下决斗。那么第一个回合是已经结束了，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，豹哥是有机会可以胜利的，因为他没有尽早除掉布迪卡的关系，就变成豹哥的部队身上一直挂着 debuff。不过最后尤达还是以剩下2支部队胜出。到了第二个回合，其实双方所带的部队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所打的顺序就有点不一样了。优先处理掉诸葛亮海尔曼 debuff， 因为豹哥吸取了上一个回合的教训，所以他第二个打的目标就是布迪卡。都是把一些比较硬的统帅放到最后才打，像是步兵跟司机。但是在他们打完第一个目标之后，尤达那边就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他在打完部队之后直接回城了，他来不及更换下一个目标，也没有设置让部队停留在原地，所以中途有被挨打了一段时间。这个情况就有点像之前巴巴那样子，也因为如此间接性影响到比赛成果。在这个时候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因为尤达他的部队移动的关系，就变成豹哥他的部队也是跑去领土了，变成豹哥有些部队有领土加成，更加严重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。
最后也不意外的，因为犹大在中途有被追着打的关系，再加上豹哥有领土加成，所以最终犹大是输给豹哥了。但是这个失误是犹大自己造成的，所以严格来讲也算是1-1，只是不公平而已。不过既然他们是没有脱装备、没有脱军器的情况下对打的话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公平性可言了。接着到了第3个回合，犹大还是一样针对输出的统帅霍去病打。在我看到第3场，我觉得犹大他除了第一个目标是有选择之外，其他的部队应该都是随机的。或许是看到哪一个部队的血量比较少，就打哪一个部队先。但是这一场也是一样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犹大他是先攻击的，豹哥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被打了，所以开局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。那豹哥打的顺序还是跟之前差不多，都是以 debuff 统帅为优先。到了最后，各位也看到了，豹哥剩下1支部队而已。然而犹大还有4支部队，因为犹大优先攻击的关系，所以他的怒气会比较快提升，打出的技能也比较快的关系，就变成豹哥他阵亡的部队会比较快。虽然犹大是优先攻击，不过这一局还算是犹大胜利。接着来到了第4局，因为前面那几局呢都是有一点点影响到，所以他们决定再一次挑战。双方还是用一样的搭配，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犹大优先攻击的目标又有更改了，这一次变成犹大优先进攻豹哥的关羽 CP， 霍去病等到后期才打。豹哥也是更改了顺序，把2个步兵留到最后2队才打，优先处理海尔曼、威廉、布迪卡斯基的debuff效果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各位可以看到在左下角呢出现了一个部队在边放表情包。其实960是已经打了标记，让他们不要去攻击犹大，但是左手边的部队越来越靠近。其实在这个时候，各位可以看到犹大还剩下4支部队，但是豹哥的部队只剩下3支而已。当豹哥剩下2支部队的时候，他的队友就突然冲进去打犹大了。除了他之外，右手边又看到有一波部队又要攻击犹大了，变得这一场比赛强制要取消。不过实话实说，在犹大最后一刻可以看到他剩下4支部队其实是可以打赢豹哥的，所以这一场应该要算犹大胜利才对。不过这一场比赛绝对不是作弊，豹哥并没有叫队友去帮忙，而是他们有打了标记，但是对方不要看。这个时候其实犹大生气了，豹哥在问他要不要打下一场的时候，他是有拒绝的，不想要跟豹哥打，就是因为有其他的玩家去攻击他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标记是已经打了很久，但是他们没有看。不过后来安抚了犹大之后，他们还是决定再打，但是这一次豹哥把塔里克刘彻换成戈尔戈刘彻。然后开局的时候，豹哥有一点点优先比较快，不过差距并不是很大，犹大也是反应了过来。
那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犹大的部队剩下3支而已，2支部队都已经残血了，只有一个关羽还剩下黄血。然而豹哥还剩下4支部队，其中2队是黄血，1队白血，1队残血。显然在换了哥哥搭配刘彻之后，效果有比较好。最终这一场比赛，豹哥是获得了胜利。由于剩下的部队比较多，再加上关羽是直接白血的，所以这场算是碾压性胜利。这是豹哥跟犹大最后一场单挑测试。经过 C-View 的指点，豹哥把海尔曼搭配独女，让布迪卡搭配诸葛亮。犹大是没有更改任何的搭配，但是犹大也并不笨，他优先攻击的目标就是海尔曼 P， 尽量把 debuff 效果铲除掉。各位也可以看到，这一局豹哥也是更改了攻击目标，他变成霍去病优先，然后才打诸葛亮、海尔曼。到了最后，犹大的关羽也是被铲除掉了，剩下1支刘彻搭配哥哥而已。然而现在犹大的部队都只剩下红血而已，但是豹哥的部队2队都是黄血，这一局也算是稳赢了。所以双方的分数是打平的，并没有谁比较多，也没有比较少。那各位也从他们这一次的单挑测试也可以看到，其实你对于打仗先手后手、武将的搭配、攻击优先，全部都有影响到的。也感谢豹哥跟犹大为大家上了一课。后来随风大哥看到也是想要挑战看看，那他们在打仗的途中，各位可以发现到在右边呢突然跑了一支部队进来打犹大。当随风大哥发现到之后，他就马上把自己的部队拉掉，让犹大去攻击他。毕竟各位也看到了，明明打了标记让他们不要过来打架，但是这个玩家依然上前抽一脚，就让他被犹大打吧。这一局才是随风跟犹大正式的比赛，但是显然随风大哥的搭配跟豹哥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可以看到他是用关羽带图拉真，用诸葛亮搭配亨利，没有携带亚述巴尼拔，没有带戈果，然后用刘彻做主将。犹大的搭配依然不变。
最后水风大哥剩下2支残血部队，犹大还有3支部队，其中一个部队是黄血的，也可以确定了水风大哥是输掉了这一局。不过水风大哥也只是打1次而已啊，后面他就没有再跟犹大打了。到了最后，犹大是生存了3支部队，其中一个还是黄血。那影片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他们这一次总共是用了哪一些搭配，大家可以作为参考。不过在这里声明一下，因为他们是有穿军器跟装备的情况下对战的，再加上他们现在正在 KVK， 是拥有水晶科技加成的，所以没有办法100%公平。不管怎样，感谢这3位大佬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盛宴。当然我也不希望大家以这一次的影片作为比较，就是说可能这个大佬比那个大佬更弱，因为单挑这种东西呢，其实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他们比赛的成果，希望大家当作教科书来学习就好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